我们很多朋友喜欢看武侠小说，尤其喜欢看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那么看武侠小说，很多人都关心一个话题，就是既然是武侠小说，咱们就得分出谁高谁低来。你看，我们经常说你看过哪部武侠小说？看过啊？那里头谁功夫最高啊？谁是天下第一啊？咱们喜欢先问这么一个问题。你像金庸先生说名气最大的武侠小说是什么呢？很多人都知道《射雕英雄传》。说《射雕英雄传》谁的武功最高呢？他说这里头有啊，叫五绝的说法嘛，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说这里头武功最高的中神通王重阳，全真教的教主。华山论剑呢，第一届华山论剑啊，恶斗7天7夜，把另外呢4个呢，东邪黄药师、西毒欧阳锋、南帝段智兴、北丐洪七公，让他一个人给打败了。就他的功夫呢，比东邪西毒南帝北丐高一层。所以王重阳是这个天下武功第一。那么这个武功天下第一的王重阳，历史上有没有这人呢？实有其人，他是全真教的创派祖师。他的真名本名不叫王重阳，重阳是他的道号，他的本名叫王哲，就是2个吉字摞到一块儿，王哲，他叫这么个名字。那么他历史上实有其人，说他那些徒弟呢，全真七子啊，里头有马玉、丘处机，历史上也有，确实有这么7个人，他7个徒弟。说他师弟老顽童周伯通，历史上也有这么个人。不过这个人可不是他师弟，是王重阳一个粉丝。那咱们今天呢，就结合小说说说历史，说说王重阳和他的徒子徒孙们。天下第一，王重阳武功其实并不高，踌躇古墓和红颜爱侣没关系。出家为道，本意为了曲线救国，名列江湖5绝，留下旷世绯闻。王重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被称作老顽童，周伯通却是呆板无趣富2代，这样不太好吧？身为全真七子，丘处机竟然是唐僧的原型，不足为奇。历史上真实的全真教究竟和金庸小说中有多大的差距？本期老梁故事会，金庸看历史之王重阳和全真教。有2个比较传奇的，头一个呢，那就是他的武功。说他先天功，后来夺了九阴真经之后呢，又这个练了九阴真经里的功夫，当然是他无意当中练的。后来呢，远赴到大理去，先天功一阳指交换，为的是让南帝将来克制西毒欧阳锋。说他武功天下第一，这是一个传奇。第2个传奇呢，不是在《射雕英雄传》里写的，在《神雕侠侣》里借助他弟子丘处机的嘴说出来了，就是我们这个师傅啊，有一些绯闻啊，爱情世界里很是有一些故事，而且这个故事呢，直接造成了2个大门派，一个是全真派，一个是古墓派。说这他爱情故事，他爱那人是谁呢？古墓派的祖师叫林朝英。你看小龙女嘴里经常说那么句话，祖师婆婆，祖师婆婆。就是他的祖师是王重阳的恋爱的对象，叫林朝英。我等了你很久，你终于来了。你这又是何苦呢？我哪里不好？都好。都好，就是不好。看来咱俩不能双剑合璧，只能拔剑相向。开始吧。输赢真的这么重要吗？抗金真的这么重要吗？那么说他跟王重阳这个爱情是怎么回事呢？这在《神雕侠侣》里头呢，是郭靖啊带着杨过上终南山，就黄蓉呢觉得这杨过呀先天比较顽劣，打小就能看出来，说避免他重蹈他父亲的覆辙，别跟杨康似的，就这么让郭靖啊说你别在桃花岛留他了，你把他呀送到那个他爸爸的师傅那儿。杨康的师傅是长春子丘处机，当时丘处机是全真教的掌教，你把他送到终南山去。就到了终南山上呢，这个郭靖呢跟丘处机俩人聊天，当时山上有一块大石头，一摸这个石头呢，不清，上面有这个文字。道长，这些字好像是用手指之力刻上去的。不错，这些字就是用手指头在石头上写的。血肉之躯能这样在石上刻字，重阳祖师的武功真是高深莫测呀。
静儿，你错了，这些字并不是重阳祖师写上去的。那是哪位高人写的？说来话长啊。说这谁的功夫那么厉害呢？他这个人呐，就是和仙师谈恋爱的人。哎，古墓派的祖师林朝英。说怎么回事？说两个人呢，这林朝英呢就想嫁给王重阳。王重阳那时候心思都在家国大事上，要带领军队啊，把这个大金国打出去，复兴这个宋朝在黄河以北的土地，没心思谈恋爱，要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嘛？林朝英最后等的实在着急了，俩人说咱俩就比武，较量较量，看谁高谁下。在决定比之前，我们要定个约。你说，如果你赢了，我当场自刎，好让你耳根清净；如果我赢了，你就把这活死人墓让我住，终生听我吩咐，任何事情不得相违，否则的话，你就得出家。任凭你做和尚也好，道士也好，都得在这终南山上建立寺观，陪我10年，我们击掌为证，绝不反悔。王重阳一想，说那就比吧，比到这份上，他心里也想了，这个人说到做到，输了真就会自杀。王重阳还挺喜欢的，说行行，咱比吧，怎么比呢？他提出来，咱们不武比，打了上千招没分胜败，咱们文比。比剑比掌没意思，咱们俩就在这石头上刻几个字，谁写得好，谁就胜了。你是说用手指在这石头上刻上字？没错，这就是比比纸上功夫，看谁刻得深。我既不是神，又不是仙，如何用我的血肉之躯在这石头上刻上字？倘若我能，你就认输。你要是能，我一定会认输。但如果你不能的话，咱俩算是打平。听我的，不要再比了，行吗？哼，你输定了。王重阳乐了，说天底下不会有这样神奇武功，不可能。正好借这事儿呢，你写不出来，我也写不出来，咱俩就算整平了。哎，弄个皆大欢喜，这事儿就过去了。结果没想到呢，这林朝英呢，把这石头上下糊了一遍，找着地方，哎，抬笔就写了：子房至王秦，曾进桥下吕，左汉开鸿举，毅然天一柱。结果王重阳傻了，你看真能做到啊！你可以选了，是做张良，还是找一个知冷知热的人陪在你身边，跟你一起往前走。古墓留给你，我走。王重阳这人特别犟，我现在没有把金兵打走，我就不成家，我也不能娶你，那我就信守诺言，我出家。出家没选择当和尚，选择当老道了。就这么的，在这个古墓那活死人墓旁边的终南山上建个小道观，就是全真教的雏形。他就这么出家当老道了。所以这是《神雕侠侣》里头呢描述的王重阳跟林朝英两个人传奇故事。那么历史上是不是这样的？林朝英在历史上没有这人。这个王重阳呢，他确实抗击金兵，建活死人墓，成立全真教，这都是真的。但是他在活死人墓里待7年呢，往出走是自个儿想通的，不是说是这被谁骂出来的。说他这个说厉害在哪儿呢？说不是武功厉害，他是个半仙儿。说这个可是史书上有个记载，说牟平这个地方呢有个大地主姓周，他很喜欢这个王重阳，崇拜王重阳，把王重阳请到家里头，你给我这个念念经干什么？咱交流交流，就把这王重阳呢搁到家里头一处客房，很好的客房。半夜3更家庭报，老爷不好了，着火了，火光冲天，说赶紧的去救火呀，别把这王真人给烧坏了。到那一看呢，那火光不是火，是什么呢？说这王重阳脑袋发出的光芒。咱们可能不少朋友看佛像啊，哪个菩萨啊，这后脑都有光。说当时王重阳是这么形象，就民间传说这是个真人，很了不起个人。那么咱们刚才说那个牟平这地方这大地主姓周，王重阳的粉丝，这人叫啥呢？叫周伯通。
这个周伯通呢，就是明显就是金庸写《射雕英雄传》里老顽童周伯通就是这个人，但是这个人可不是王重阳师弟，他是王重阳的粉丝，他也是个富二代，继承他爸爸的东西了。你看《射雕》里把这个周伯通写的呀挺厉害，你看他这个人是个武痴，虽然说这智商情商都不怎么高吧，老顽童吧，老不正经的，没什么正经事儿，可是功夫上他是个天才。兄弟，72路空明拳你已经学会了，现在呢，我想摔你一跤也不是很容易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就玩4个人打架。4个人打架？对，跟谁打呀？这4个人呢，就是你的左手是一个人，你的右手是一个人，我的右手是一个人，我的左手又是一个人，我们4个人互相在一起，一网混战。这个恐怕兄弟不会啊！来，周大哥，我没事，来，很简单的，我这个人打你这个人呐，哎，准备好了吗？好。这个人又来了啊！你看创造的左右互搏呀，72路空明拳呢，后来跟郭靖拜了把子，就很有意思这么个人物。当然也惹了不少祸，跟王重阳俩人到这个南帝的府上去，结果王重阳跟南帝俩人切磋武功，周伯通在这个后宫里转悠，认识英姑了，俩人还有男女私情了，生个孩子。这样不太好吧？这有什么不好的？除非你不敢。我周伯通有什么不敢的？那么这历史上这周伯通呢，其实很无趣。史书上记载他就是个富二代，这一辈子记载他就这么一件事：半夜3更让王重阳吓着了，说独家冠名播出。那么他下边呢有7个徒弟，这7个徒弟呢，咱们说历史上呢都有记载。那么全真七师乃7位呢？大徒弟丹阳子马玉，2徒弟长真子谭处端，3徒弟长生子刘处全，4徒弟长春子丘处机，5徒弟玉阳子王处一，6徒弟这个广宁子郝大通，7徒弟女的清净散人孙八。这孙八出家之前呢，跟马玉是2口子，这些在历史上都有记载。金庸把它原封不动的搬到《射雕》里头，但是呢，历史上对哪一位记载最多呢？就是对长春子丘处机记载最多。这个人物也是史书记载内容多的，也是金庸琢磨最为丰富的。从这《射雕》到《神雕侠侣》，一直有他。而这丘处机呢，在《射雕》里怎么出场的呢？是南宋时候呢，他把这个里通外国封金国的奸臣王道乾给杀了。别，好汉别杀我！你要多少金银珠宝，我都可以给你。别杀我！别杀我！求求你！求求你！带着王道乾人头呢，结果被官兵和金兵给追杀，路过临安牛家村。这一路过不要紧，射雕的故事就从这儿展开了。他当时在雪地里行走呢，雄赳赳气昂昂，正好呢，杨康和郭靖他爸爸杨铁心、郭啸天在屋里喝酒，一看这老道威风凛凛，好老道，道长留步，道长天寒地冻，道长何不到屋里喝几杯解解寒气？好，喝酒就喝酒。这老道扭头以为呢，这俩人呢是这官府的高手，乔装改扮来这劫杀他，就跟这俩人打起来了。多谢道长手下留情，多谢道长。这2位呢，虽然一个是杨再兴的后人，一个是梁山伯好汉三人贵郭盛的后人，打不过丘处机。丘处机原来你俩不是这个坚定之辈，于是跟这俩人修好，然后正好身边呢带了2把匕首，他身上带着3件东西，这2把匕首还带王道乾的人头，提着人头跟人喝酒。而这样呢，这家里头呢2个女人都怀了孕了，说这么的吧，邱道长您给起个名吧，说不要忘徽钦2帝被裸到北国5国城的耻辱，这是靖康年的事儿，就不要忘记靖康之耻。你儿子叫郭靖，你儿子叫杨康。贫道向来身无长物，这2笔剑也是在无意中得来，就送给2个未出世的孩子吧。多谢道长。所以郭靖、杨康的名字是丘处机给起的。然后丘处机喝完酒离开了，碰到官兵这通杀你感觉这丘处机就是一个杀人如草芥的行侠仗义的这么个侠盗。
那么其实丘处机是不是这样人呢？不是这样人。历史上丘处机是那种标准的修道之士，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将来就修成神仙，让所有受苦人呢都能过上好日子。所以他不是一个要跟侵略者对抗。你想，他要当神仙，神仙是高高在上的，所以丘处机的目的是修成神仙，然后呢帮助老百姓过好日子。世人都传说先生300岁了，果然神人。贫道久居此山，天天和虎狼为伴，无猎兽之心。虎无所用其爪，不足为奇。而且丘处机在历史上还是唐僧的原型。有人说那不对呀，唐僧应该唐玄奘啊，是唐朝时候事啊，你丘处机是宋朝时候事。哎，《西游记》那本书一直到这个民国时候，还一直被认为这是丘处机写的呢。后来胡适、鲁迅他们翻箱倒柜的找各种掌故，才知道这是吴承恩写的。为什么呢？因为前面有一本书，名字叫《长春真人西游记》，这名字也叫《西游记》，怎么来的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成吉思汗南征北战，东挡西杀，这个把攻下花剌子模这地方之后呢，成吉思汗很遗憾，说我这身体一年不如一年的，这要是让我能再多活几百年，就像康熙的是向天再借500年嘛，说我再能多活些年多好呢。说是我怎么能长生不老呢？你看人到一定程度，他有这欲望。旁边人告诉他，说是中原一带啊，有修道之士，有长生不老之术，请他们。说请谁呢？说名气最大就全真教。这时候掌教的真人是丘处机，找丘处机。就这么，丘处机呢，从陕西终南山出发，万里迢迢奔赴西域大雪山，见成吉思汗。这段历史是真实的。成吉思汗见到丘处机，他想让丘处机呢教他长生不老。丘处机说呀：“世间只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诀。卫生啥？就养生，就只有养生之道，没有这长生的妙诀。说那养生之道是什么呢？止杀，就不要再杀戮。哎，人一杀，怒妄则伤肝，一伤肝，你体就不好了，体质有问题了。所以说养生首先止杀，心静如水，要积善成德。”这样上天会眷顾你。成吉思汗不愿意听这个，那我这打仗不杀人怎么行？我就让你问我怎么长寿，怎么多活些年，什么养生之道，上天好生之德，不爱听。但是又不愿意得罪丘处机这有道之士，所以丘处机呢在那儿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也善不当没什么意思，后来就回来了。可是这一道上呢，见闻很多，见识的东西很多。丘处机历史上真实记载，抬着棺材往西走，因为怕死到道上。带着他那些徒弟去的，所以沿路上的风土人情他都记载下来。后来吴承恩写《西游记》的时候呢，从《长春真人西游记》这本书里汲取了很多东西，就往西走一路上的风俗啊、人情世故啊，他从里摘出不少来。所以咱们看金庸小说呢，有的人看热闹，有的人看门道，有的人看做人做事的道理，但也有一类人呢，试图通过这个呢来缝补历史上的蛛丝马迹。你看咱们前面说王重阳说天下武功第一，金庸后来修改小说的时候呢，说王重阳不是有九阴真经吗？手里头，后来张无忌不练的九阳真经，说这九阳真经怎么来的呢？说王重阳啊，这个当时张无忌看到九阳真经的时候，看前面有个作者的传记，这都是金庸后来修订小说里写的，《倚天屠龙记》是原版没这情节。说这王重阳跟一个人喝酒，俩人斗酒，结果输了就把九阴真经掏出给这人看，这人看了之后呢，根据九阴真经写了一个互补的九阳真经。说怎么说这酒和这武功能连上呢？天龙八部里有啊，乔峰乔帮主下江南跟段誉两个人在酒楼上喝酒，段誉开始不胜酒力，喝得满脸通红，喝着喝着把六脉神剑拿出来，这酒顺着气血顺着中指食指少冲关冲啊流出去了。完了，乔峰当时挺佩服他，你挺能喝呀，俩人就成好朋友了。说这里头能跟王重阳斗酒能赢他来，说射雕里是没有，同时代里也没有，恐怕就得往前找。有人说谁呢？是天龙八部里那虚竹。有人说虚竹北宋年间到这时候得150岁了吧？说这人活150岁也不奇怪，那不《倚天屠龙记》还有个张三丰呢吗？活100多呢吗？说这虚竹呢，当时呢下山来了，
哎，这跟这个王重阳斗酒，后来根据自己这个在少林寺出家的经历，写了《九阳真经》，对武功的这种认识，说《九阳真经》是佛道两家，因为天山童姥、李秋水、逍遥子，他这个三个上辈把功力几乎都给了虚竹一个人，虚竹算集佛道于一身。你看这事就很多这个金庸迷啊，看金庸小说，他愿意把这个关系给捋上，明明是假的事儿，他非得让真事的给你捋到一块儿。那作为金庸本人，他也有这样的情节，也在想补充自己小说人物之间的关系，所以他都有这样情节，你何况咱们金庸迷了。所以武侠小说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新派武侠小说呢有两座高峰，一个是金庸，一个是古龙。很多观众朋友啊，可能更偏向于金庸，为什么呢？有个理由，说金庸的小说啊，不像古龙的小说感觉那么玄幻。说古龙很多小说呢也没有时代背景，那江湖上好像一会儿这事儿一会儿那事儿没个定数。而金庸很多书呢，一半以上的金庸武侠小说是有清晰的时代背景的。也就是说，金庸的爱好历史，他愿意把历史的东西和武侠混在一块儿。可是呢，武侠小说毕竟是文学创作，你就是第一流的历史学家来写小说，他也不可能完全按照历史的真实面貌来写，因为他把历史当做一个套子，人物往里套，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有的地方虚构一下，可能这个人物形象就更丰满。所以金庸小说的历史背景啊，存在是存在，但是它内容的真实性呢，咱们得说有真有假，有虚有实。有的时候呢，这读者一不留神呢，就信以为真了，因为金庸的历史背景和人物套的比较巧妙，有时候你甚至达到真假难辨的程度。金庸小说中恶人段延庆是否真实存在？风流段正淳其实是妻管严，事到如今，你略行不改。父皇，南帝段志新竟是个昏君，辉煌了几百年的大理段氏为何会走向灭亡？本期老梁故事会，金庸看历史之段氏家族。天龙八部你就没看过这书，这个电视剧恐怕那好几版的你也都看过。说这里边那几个主人公，首先是这个乔峰，就后来叫萧峰，哎，北乔峰；南慕容，慕容复；段誉，就大理国的王子，后来也当上皇上了；还有个虚竹。这四个主要人物里头呢，虚竹的出身没什么历史背景，那三个主人公都是有历史背景。你看这个萧峰，萧峰他爸爸原来是辽国重臣萧远山。那么这个南慕容，慕容复呢，他祖上呢是大燕国的慕容氏，这个慕容氏呢是从鲜卑分出来的。那这里边历史背景呢，相对更靠谱的是段誉。段誉呢是这个云南大理国的王子，后来当上皇上了。在下段誉是奉王夫人之命在这里种植茶花的。你就是那个书呆子？我不是书呆子啊，神仙姐姐，我每天做梦都会梦见你的。这个大理国在历史上真实存在了前后不到300年，是那个云南那块南诏国之后分裂了之后，大理国开始兴起，后来被蒙古灭了，就大元朝给灭了，忽必烈派大军把这个大理给灭了。所以就说这个老段家这一支儿，这在历史上确实是实有其人。而且段氏这个皇族呢，净出传奇人物。你像4大恶人之首段延庆，咱们看《天龙八部》都知道4大恶人。说这段延庆呢，原先是这个大理的王子，后来呢这个落魄了，以杀人为乐趣，成了天下第1大恶人。再还有刚才说这段誉，就天生是个情种，不管爱上谁，这都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挺痛苦啊。他爸爸段正淳风流种子，哎，跟很多女人都有一腿，结果给段誉留下了无穷无尽的烦恼。咱们先说这段延庆4大恶人之首，这个段延庆呢，书里头写呀，他是大理国的王子，可是后来呢，大理国国内乱套了，出了个大奸臣，把段延庆他爸爸给害死了，篡位。这段延庆没办法跑，躲出去了，躲出去在外边呢学了一身武艺。学成了之后呢，哎，这有一些这个大理国出去的商人呢，见着他了，跟他说：“你呀，回去吧，这奸臣呐也被人给弄死了，你回去吧，你这皇位给你控制了。”就这么着，段延庆呢，千里迢迢从中原赶回大理，要继承这皇位，可没想到半道遇到一伙仇人，打起来了。
结果这段延庆功夫也高，把这伙仇人呐打得死的死，跑的跑，但他也没落着好，2条腿也折了啊，整个这脸上都是伤，喉咙这还让人给砍一刀，伤着声带，说话都说不出来了。这一道往回赶呢，你那时候医疗条件也不行啊，伤口都化脓了，都招苍蝇了，就变成了一个又瘸又哑，浑身邋邋遢遢，脏的不像样的，跟要饭花子似的。好不容易回到大理，免礼，一打听，坐下再说吧。说现在皇上谁呀？段正明。段正明是段誉的伯父，是段延庆的堂弟。说怎么段正明继位？不是说给延庆太子控着吗？一问才知道，那个奸臣是被人弄死了，也要把这个江山呢还给段氏一脉。可是绝大多数人以为啊，这段延庆死了，这么些年没消息了，你等他国不可一日无主啊，这怎么办？这个在族里再推举吧。一看段正明这个人很好，哎，忠厚贤德，武功也不错，就这样段正明当皇帝了。他当了皇帝了，延庆太子回来没他位置了。不仅没他位置了，这要有溜须拍马的见着他再把他宰了，向皇上请功去，怎么办呢？一想我呀，干脆我找这个天龙寺，找我那些长辈，就他的长辈出家以后都在天龙寺，这连滚带爬的到了天龙寺外了，这都天已经晚了。想让这个小和尚给开门，小和尚不理他。这段延庆在这很伤心，完了，你说我混成这个样子，我就是见我的那些伯父、叔叔、爷爷，我也没脸啊！我这都成什么样了？这人又瘸又哑，这浑身都招苍蝇，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就想啊，在这自尽了得了，不活了。哎，正这时候出事了。这晚上他躺在天龙寺外的菩提树下，这个时候呢，正好是赶上月圆。哎，他就看见不远处忽悠悠过来一个人，走跟前一看是个女的，这头发也很长，长发飘飘，一身白衣服，借着月光一看，说不出那么好看。哎呀，一看这简直观世音菩萨，这么漂亮，不把我放在心上，我要以牙还牙。观音菩萨，菩萨救我！他正在发呆这功夫，谁也没想到这女的做出个举动。一看她在地上躺着，照理说要一般女的看到这么一主，又瘸又哑，浑身都招苍蝇，躲还来不及，都得害怕，跟要饭花子。没有，这女的呢，看他一眼呢，把衣服脱了，干嘛呢？两个人就在天龙寺外啊，咱们说点文言文叫野合啊，鱼水之欢。然后这女的就走了，这段延庆都回不过味儿来了。这是高科技啊，太奇怪了，怎么会这样呢？啊，想来想去想明白了，我呀都绝望了，但是老天不灭我，这是观音菩萨以另一种形式来度化我来了，告诉我不要失去对生活的信心。所以段延庆第二天重新燃起了生活勇气，哎，也不找天龙寺这些长辈了，往外跑，跑出去之后干嘛呢？疗伤。他身体这时候其实已经残疾了。哎，他把一身武功啊画到那个拐杖上头，所以从拐杖上能发出一阳指。然后声带不行了，学会了腹语，就搁肚子直接说话。可是呢，他心里满是怨恨，对所有人都恨，所以这一腔怨恨化作杀气，成为天下第一大恶人段延庆，把这个南海恶神呐、叶二娘啊和云中鹤呀收了为喽啰，奴隶了天下四大恶人，跟一个小团队。后来开始连一个乔峰都收拾不了，这太有损我们恶人的威名了。原来是恶贯满盈的段延庆，难怪傅雨树有此造诣。哼，四大恶人全都投靠西夏一品堂了，甘为走狗。所以这里头这是段延庆的故事。到后来呢，慕容复为了能够要挟大理段氏呢，帮助他复兴燕国，把这个段正淳呢和段正淳的女人们，包括段誉，都给抓起来了。抓起来就是按个杀，威胁段正淳：你把皇位交出来，现在你哥哥要不当皇帝了，要给你段正明的弟弟吗？你也别当，你给我。说你不同意，杀这个杀那，最后要杀段誉。这个时候呢，延庆太子段延庆来了，跟慕容复俩人呢就要交换。行此大礼，延庆太子说：这个大理天下本来是我家的，你这样，
慕容复说：“那我愿意拜你为干爹，早就知道，就是一个条件，你得出兵啊，帮我复兴大一朝一夕能够完成。说你现在呢，今天继承皇位障碍是在哪儿呢？段正淳是死定了，不当皇帝，他儿子段誉还在呢。啊，你得把这小畜生宰了，这样你肯定就是皇帝了，以绝后患。所以段延庆这时候提起拐杖，就要把躺在地上已经捆得瓷瓷实实段誉就要给宰了。正这时候危机之间，旁边有个女的，段正淳的夫人叫刀白凤，啊，也是正牌的王妃，突然间嘴里念出了几句话：“我爹是不会把大理王位交给你的，你死了这条心吧。他要是不肯，你马上就得死。我段氏父子宁死不屈。姓段的，受死吧！”天龙寺外菩提树下，天龙寺外菩提树下，花子邋遢，观音长发。这话别人听了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没意思。段延庆耳朵里听着轰轰的，因为就他知道是怎么回事。天龙寺外菩提树下，花子邋遢，观音长发，这说当没播出。这时候他赶紧看刀白凤，刀白凤就告诉他：“你呀，看看段誉这块挂那个金牌，那牌上写着他生辰八字，你一看就明白。他脖子上有块金牌，刻着他出生的时辰八字。保定2年11月，他是我孩子。”段延庆耳一翻一看一算，10个月前正是他在天龙寺外，感情这孩子是我播的种。整了半天，段誉啊是段延庆和刀白凤生的孩子。那么说历史上真实情况是不是这样的？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段誉啊，真名叫段和誉，中间多个和字，他确实是段正淳的儿子，一点都假不了的。那么这个段延庆是什么人呢？不存在，金庸虚构出来的。历史上没有段延庆这个人，因为当年呢，大理国就这奸臣姓杨，这姓杨的奸臣呢，把这个皇帝给杀了，就说书里头说是段延庆他爸爸，但是杀这皇帝，历史记载没有儿子，就他就是把这皇帝杀了，然后他篡位上去了，没有延庆太子这么个人。那么说后来这个奸臣是怎么被拿下的呢？是被另一个有权有势的大臣给拿下的。这个大臣姓高，他的儿子在《天龙八部》里有描写，叫高生泰。此害不出，大理国不知道又有多少婴孩要丧命。既然如此，我们4个人就留在关外守卫。咱们可能看《天龙八部》书里注意到，这个人跟着段正淳，哎，应该说是大理国的一个很有名望的大臣，而且武功不错。在历史上，高生泰这爷俩可不是这形象，这俩人是地地道道的权臣枭雄。就2个人呢，爷俩啊把持大理朝政多年。这个过程是什么情况呢？咱们说这姓杨的这个权臣呢，把这个皇上给弄死了，然后后来呢，这高生泰他爸爸把这姓杨的给弄死了。说弄死了，他上来当皇帝吧？没有。这高生泰他爸爸觉得呀，时机不够成熟，哎，这个位置啊，还得先给老段呢。这个王位本来就是延庆太子的，伯父窃据数十年，经常感到惭愧。如今上天的安排，由你来继位，就像是把王位还给延庆太子一样。那么真实的历史什么情况呢？高生泰他爸爸把这皇位呢给了这个段正明的堂哥，段正明的堂哥当了一阵啊，出家了，然后段正明接，段正明接了之后也出家了，是这么个经历。说怎么这俩皇上都出家呢？说这是大理国国王一心向佛呀？不是，都是让高氏父子给逼的。段正明他堂哥当了一阵皇帝，发现自己就是个傀儡，什么事都得听高氏爷俩的，所以他很苦闷，死活就不干了，然后他就出家了。你等到段正明接上来，也是如此。咱们说这段正淳在这个《天龙八部》里传奇人物，很多人男的看了都说我要是段正淳多好啊！为啥？这段正淳媳妇太多了。你看正牌的来自百夷族的这漂亮女子刀白凤，这是王妃，哎，段誉的母。你再看外头女的，你都说段誉倒霉，碰上个钟灵，挺漂亮个丫头吧，她跟他挺好。哎，钟灵是他同父异母妹妹，她母亲叫俏钥匙甘宝宝，当年是跟段正淳好。哎，
你再碰到穆婉清，说俩人挺好吧？穆婉清他母亲修罗刀秦红棉当年跟段正淳好。你不能杀他，你更不能嫁给他。为什么呢？因为玉儿是你的兄长。你说段郎他是我哥哥？是。还有，我告诉你，你师父其实是你母亲，而我是你的亲爹。后来碰着王语嫣神仙姐姐，她母亲王夫人也是当年段正淳的女人，还有阿朱阿紫的母亲阮星竹，还有后来这个丐帮副帮主马大元的夫人康敏，全是段正淳女人，也不知道哪儿划了的，走哪儿都到处留情，而且对哪个女人还都挺好。阿罗，段郎，阿罗，段郎，你为什么不避开？如果这样能宣泄你心头之恨，别说是一个耳光，就算是一剑刺过来，我也不会避开的。你就会说甜言蜜语欺骗人家，我恨你，我恨不得把你碎尸万段。阿罗，你为我吃了这么多的苦，哪怕让我死在你的面前，我也心甘情愿。段郎，那么说，真实的段正淳是不是这么一个风流种子呢？不是，不仅不是风流种子，还是个妻管严，对媳妇儿怕的都不行了。说他媳妇儿那么厉害吗？不是他媳妇儿厉害，他媳妇儿这名叫的好，他媳妇儿叫什么呢？叫高生杰。你听这名你就知道，高生泰的妹妹。说白了，不是怕老婆，那是怕老婆的娘家势力太大。所以说，这段正淳呢，在位的时候也战战兢兢，是畏妻如虎。后来受不了这压力，也出家了。你看这老段家，咱刚才说这么会儿功夫，连着几个皇帝都出家了。这时候，段正淳的儿子，我们叫段誉，历史上叫段和誉，接替他爸爸上来。这个段和誉呢，应该说是大理国的一个还了不起的君主，在历史上。书里边写他呢，其实段誉也挺倒霉。情窦初开时候呢，初恋的时候，碰着钟灵，碰着穆婉清，碰着这王语嫣，全是同父异母妹妹。你这个负心汉，你不但害了我，还害了我们的女儿雨嫣。我们的女儿，她叫雨嫣。当时我怀着雨嫣，走投无路，后来回到姑苏，嫁给了王家。咱都知道《雷雨》里头，那不是也有俩人恋爱吗？但他俩是同母异父啊，什么四凤啊、鲁世平啊，这个关系。你想《雷雨》里头碰上一回这事儿，俩人就够倒霉的了。这段誉的爱情生活接二连三，咔咔都是雷雨，受不了。幸亏这刀白凤出轨一次，哎，就我不正经跟镇南王过，我报复他，我跟段延庆好一回，哎，生下段誉了，解决了段誉后来的婚姻问题。这个畜生，非杀不可！玉儿，不要啊！段延庆才是你的亲生爹。他要是也是段正淳儿子，这还不好解释了呢。这后来他跟王语嫣俩人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啊，这都得感谢他母亲出轨，他母亲不出轨，没有他幸福生活。所以段誉你看也挺滑稽个人物。那么历史上真实这个段和誉呢，不是这样人，他是个挺贤明的君主，武功也很高，治理国家也有一套。所以这是段誉，段誉后来也出家了。有人说这怪了啊，连着这个4辈出家，说看来这个老段家真好佛法。不是，通过刚才描述你们就知道，这4辈出家呀，主要都是政治压力造成的。那么说，为什么说大理国这个国家总风雨飘摇的呢？皇上有时候也说了不算，大臣专权来回更替呢？这咱们得给大伙说说这大理国怎么来的。春秋时候，咱们翻开《古文观止》，头一篇叫什么？郑伯克段于鄢。这里头就是大理国的由来。是郑武公当时在位的时候呢，他媳妇儿叫武姜。这武姜生俩孩子，大儿子就是后来的郑庄公，二儿子叫公叔段。
郑庄公生的时候呢是倒着生出来的，难产，把这武将疼够呛，差点没死这上。等小儿子出生很顺利，所以打小武将啊偏心，偏爱小儿子。所以后来庄公继位的时候呢，这武将跟他小儿子琢磨，哎，把你哥哥推翻了，弄死你当这个郑国之主。结果后来事情败露了，郑庄公把他这个弟弟，哎，给赶跑了。他跑到这个地方呢，哎，这个地方叫公，他本来名字就叫段，这人。所以后来他的后裔呢，哎，就直接姓段了。所以后来这个段氏后人呢，传了多少辈以后呢，有一支呢落到云南，领头这人叫段思平。这段思平呢攒了点钱，召集一些下人呢，也成立一个武装组织。因为那时候这个整个云南乱套了，云南那时候南诏国后来分成3个朝廷，互相是你打我，我打你。这时候段思平呢抓住这个混乱时机，当时他旁边有37个部落。再加上这3个小朝廷总打仗，这37个部落也动荡。段思平带着自己的军队，召集37个部落开会，说：“咱这样，你呀，你们都听我的，咱把这仨小朝廷灭了，我当皇上，你们就算开国功臣，我谁也不会动你们的利益，你放心。咱们把那朝廷分了，怎么样？”这37个部落正被折腾够呛，你看有人领头干呢，段思平领头。就这么着把那仨小朝廷灭了，他当上大理国的开国皇帝。这段思平也说话算数，这些贵族利益动都不动。这37部落你该怎么着怎么着。其中势力最大的2个部落，一个姓杨，一个姓高。头一个叛贼杀大理皇上那个姓杨，后来高胜泰家就是这老高家。所以为什么大理国总风雨飘摇呢？立国时候就不稳，它是以一个联邦制方式立国的。说白了，皇上不是中央集权。下头各说各了算，皇上也没有那么大权力，所以一旦底下人势力大了，要出点事儿，这皇位就不稳了。所以说大理国为什么后来窝窝囊囊、起起落落，总有这些事儿？金庸就这么愿意写这些倒霉的王朝，那是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政治体制就没有完善起来，本来该中央集权的，却用联邦的一种方式，所以造成了国家的基础不稳。他越不稳，金庸就愿意写，这就那句话叫“江山不幸，诗人幸”。哎，你看这国家倒了霉了，文学创作的人高兴了，为啥？终于有事儿可以写了。所以金庸就擅长在这些混乱的王朝当中抓取这些吸引你我的文学题材。